打闪了我。拜拜，拜拜，拜拜。我呢，这个车也没什么油，首先要去加油，加完油呢，先加油先取钱呀，反正也都行，没什么钱了。要去塔贝门那儿，用微信换一点泰铢。虽然微信换比较不值吧，但是没办法，因为手里没有泰铢了。反正也上不去，就到这儿了。可能我从两边绕的距离应该差不多，那就顺着走吧，我不愿意再掉头再绕了，好像绕一下更远一点，或者是从古城里边穿过去，可能是不是比较近？算了，刚才琢磨了一下，还是调过来头走古城里边，因为古城里边平时走的也不多，所以就来走古城里边吧。虽说之前我已经骑过不少这个车了，但是今天白嫖也是挺高兴的，就是假装拥有它一天吧。这是本田大排量摩托车店，前面就是塔贝门，看起来又有各种活动啊！一有这个各种活动的时候，它这儿就开始搭舞台。开始整，换钱的地儿到了，就在这儿，就在这儿。这里边就是换钱的地方，也没什么可拍的，所以里边我就不拍了。我一会儿等，因为人比较多嘛，前边等他们出来换完钱，我再进去换就 OK 了。这就换完了啊，因为这地儿能用微信和支付宝换，虽然贵一点，现在正常的银行汇率应该是4.9多一点吧，我没具体算，但是微信呢是4.81，那怎么办呢？现在是手头一点现金没有了，就必须得换一点现金，因为我的大部分现金还要再过几天才到，所以就只能在这儿先换一点将就的用。换完现金，我们先去加个油，吃个饭，确实饿了。这个车在这种，你看这个马路不是特别平，这个反馈就是。车怎么颠的你，不是路怎么颠的车，车怎么颠的我。你看，哎呦，这颠的，哎呦，晃悠啥呀，大姐？大姐走不好好走，她还老晃悠。高哈这么长。我这也算给人家加满了。刚才忘了记底程了，所以我就把它表回零一下。看看今天白嫖了多少。前面那10公里我就不算了。就这边上这些河边这些路，就这个路什么河边这些路，其实它这边上这小树林里待会儿也挺好的，但是蚊子忒多，我害怕蚊子，所以我就先往前走走到那咖啡店。但是那咖啡店其实也是在河边，你知道吧？
这个名字又写错了，反正就是总有加一个尾辅音，可能是我发音不准吗 Mr. กะลาผมโอเคครับ Thank you ขอบคุณครับผมPassport Wi-Fi No receipt ？OK， โอเคครับ Thank you 从这边买完咖啡之后呢，不是说就出来了，因为是到另外一边，这边可以进来。不光是能进来啊，还能出去，还能出去。哎，还能自己关门，我就不管它了。相比于里边，其实我更喜欢外边。这个车现在目前的状态是1000公里，还没有上正式的牌照。1000公里多一点了已经。我觉得链条也可能被拉长了，需要有调整。驾驶起来是怎么回事呢？驾驶起来其实是，它相比那个 CT 呢，它没有这么宽，它车把它比较窄一点，你就会觉着很抠着的感觉。然后坐在底下也是比较低的那种感觉，腿是比较攒着的。如果你想用后脚跟来退档的话，就是你想用后边踩来退档的话，非常的费劲。如果是你想退档，可能要把腿移动一下，然后用前脚掌用来踩那个后边的那个退档的那个退档杆，才能达到退档的那个效果。我受不了了，我准备中断今天的录制，因为太吵了。就是离着10米远，比我的声音不小，所以就没法继续了。我觉得。这会儿赶上清迈的下班高峰期了吧，算是。往回走的时候，发现这个素贴山真的挺漂亮的。前面这个车筐呢，可以把这个书包搁在前面，但是有个缺点就是，如果搁在这儿比较高的东西，你看就把大灯挡上了，所以在晚上肯定就不太行。我不知道 GoPro 拍出来是一什么效果，但是我看的真挺好看的，所以我临时决定上山。因为在清迈上个山其实真的挺容易的啊。前面是美亚，美亚这个右转之后呢，就是清迈大学前门。过了清迈大学前门，就是素贴山的，就说山的入口了吧，所以就是很近。刚才一个换挡没小心，就变成了这个就蹲错了一下，因为我用后脚跟踩不着这个换挡杆，就不太好踩，这个姿势很别扭，所以我就用前脚掌踩，然后就松的比较快了一点。高峰期这个美亚的路口就是噩梦，所以要是在这边。要是住在这边的朋友，估计会非常难受。每次走这个路口，不敢说10分钟吧，反正得有8分钟。如果你赶好了，一下过去了；如果你没赶好，等个红绿灯就是8分钟。你看我这就属于赶好了，前面这直接变绿灯了，所以就不用等那么长时间。这个天气其实还好，如果是4月份的时候，就是泼水节之前或者之后那几天特别热的时候，40多度。那你要在这儿等一个红绿灯，骑摩托车在这儿等一个红绿灯啊，那可真的挺难受的。现在还好吧？大家可千万别学我这种钻缝啊，因为这个是在这边特有的现象吧。这边你不钻，人后边摩托车还急呢。我这后边好几辆车，你听那个排气声了吗？不是我的车，是我后边的车，有点还挺着急那意思。这边都是这么骑的，听听，急了吧？要超我，你看着。我其实这个车呢，再管人借一天也不是不行，但是呢，我就不想耽误人家用车嘛，对吧？人家说是今天正好没事儿，可以借我
天天管人借也不合适，所以我今天我自己耽误了一下午和一个早上起来，这会儿就把它给赶回来。不能说赶回来，反正就体验一下吧，体验一下上山。但是这个书包搁在这上面，还是其实对把有点影响的，左右晃动的时候。体验一下这个车在上山的时候行驶。其实我应该查一下胎压，因为它这车胎压查没查过我不清楚，但是我只是目测和感觉了一下，还算正常。这个车呢，我没有骑过它上山，所以就感受一下。之前老款的那款我骑过上山，感觉动力非常不够用，但是不知道跟车况有没有关系。所以现在这个车呢，就是它是一个新款车，又是新车，我想应该是能表现出正常水平才对。我们一会儿到前面我想把手机从兜里拿出来放在书包里，因为现在这个兜我觉得随时有掉的可能性。我们现在前面找个地儿停车啊，因为这儿都不能停。过了清迈大学吧，到动物园那个门口，动物园门口可以停。现在时间已经是晚上5点了啊，但是清迈基本上得到6点半左右，7点才天黑。所以说我现在上山，在观景台那儿待一小会儿也来得及，来得及。我在这边把手机和钱包收在书包里，省得它掉。把钱包也拿出来，这样身上没有负担。好，出发。这是第一次骑这个车上山啊。但是通常来说，在山上呢，就是这种弯梁车跑不过踏板，跑不过 PV 叉那种的踏板，就150以上，因为毕竟排量还是防盗。可能是因为下雨的原因，你看这路中间积了很多这种，就是路边的这种掉下来的树叶的残渣，那上面可能会非常滑，远离它吧。说呢，这车非常轻，虽然把没有 CT 宽，但是它过弯的时候呢，感觉还是非常轻盈的。而且我不知道它这齿比是多少，目前来说感觉，没有这种掉链子的感觉，上不去的感觉。但是大坡在后边呢，得往后看一看，这边就有掉速的感觉了啊，降个档。เท่าไหร่เมืองชน40吧。为什么山上卖的这么贵？继续出发。一会儿上边总得有点吃的呀，在这儿买了就省得上边那什么了。坡了啊，它都逆着下来的嘛。那是慢点，降个档。你看，这儿就是那个巨大的坡。但这边还是3档，就给不上劲儿了啊，但没有掉的那么明显的那种感觉，只是上的不那么快了，就是上不动的感觉啊。前面就到双龙寺了，双龙寺拐过去，再走，我说不好多远，反正没多远，应该就到那个小平台了。这边就超级冷，冷的不行了，但是感觉这个车
到特别大的坡的时候，可以3档一直上。我感觉这边还在下雨，就像那种雾气特别大的那种，之前那种雨，不是一直在下雨，就是下雾吧，算是。然后雾多了就结成水了，因为还是有那种水滴滴在我脸上的感觉。咋还能挂上4档？哦，我觉得这车真行，还没到那个苗族村呢。看人 PC 叉直接就上去了，我这个在这种坡上档位就不行了，就得降档。那个漂亮的小猴子，我这么骑车肯定费油。正常来说，他这车之前是1升油跑73公里。不习惯摁喇叭，没找着喇叭这一下，他让摁喇叭，你知道吧？他在这儿，因为在这儿很久没摁过喇叭了。然后看着这个，他又不是手机的车，在这儿摁一下。但是其实跟我体重有关系，如果体重轻，可能就很舒服了。这边路就全是湿的，所以这边路就比其他的地方要自信多了。就你也不敢太猛，慢点就挺好。快到了，哈哈。然后在这里边，曾经其实也发生过一些有趣的事儿，就在这个地儿。就想来这儿聊聊摩托车。好，今天这儿雾还特别大，什么都看不见下面。我先把这个酸肠吃了。这边这辣椒一定试试，特别刺激。这地儿这雾太大了。就是我是从那底下上来，就是之前这儿是一个小的一个地方，这观景台上来这么一块小地儿，但是这雾已经飘到上面了，我感觉底下我都看不见了一样。我准备先往山下走吧，因为我怕这雾太大了，一会儿再加上天黑。我本来说把 GoPro 收起来，然后但是现在有点要下雨了，这个雾的感觉，我想记录一下吧。现在我也不知道是下雨还是算下雾，反正雾超大，跟来的时候不太一样。我们可以看这灯光打出来的条嘛，然后也能听见一些声音。我把书包拿上来了，因为书包会完全挡住这个灯光。看对面的车能看到吗？这雾超大，能见度极低。我觉得泰国小孩是有经验的。一大票泰国小孩看见这种情况就立马直接上摩托车走了，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是知道恶劣天气的。这个时候恶劣天气应该远离这个地方。况且我今天没有带雨衣，我也不知道这个雨水会不会，这个露水、雨水什么的会不会把这个镜头弄湿的看不清。下雨在这山里是非常危险的，又不敢停，又怕雨太大了把一些树啊什么的冲倒。又冷，这个地方可能树少一点，非常大。我看到了有车停在这儿了，我也准备停在这儿了，跟他们学吧。能看清吗？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看清，反正外边这雨不小。这是一个铁定的规律，就穿这双鞋的时候，这是无印良品买的一双鞋。穿这双鞋的时候，它一定会下雨，我一定会挨淋。就现在这概率是100%。他们真高兴。
特种班。妈妈。You can go first, and I will follow you. By Mocho. Mocho. Chiang Mai University. Yes. Yeah. 我成带队的了，又成带队的了，带泰国小孩的队了。我的天哪！然后现在我就带着，反正刚才那些泰国小孩就往下走，他们以为我是大人，然后能带着他们，然后跟我说，好像是这意思啊，我听不懂他们说的泰文是啥，但是反正是要一起走 ，together， 是不是 together 是一起的意思？英文，反正泰语是对干 ，by Mocho 对干他，是吗？他刚才是说 follow 我还是我 follow 他们呀？不是。他刚才是让我，他刚才是说让我跟着他，还是我没听明白，我忘了。哎呦，回去看视频吧，忘了。反正这天啊就得慢，因为他这车的轮胎本来就细，知道吧？不像那种大型摩托车那轮胎花纹排水比较好，它这个轮胎就跟自行车那胎似的，非常细，所以下坡的速度一定要控制。就挂着3档慢慢走吧，他们反正慢也就跟着走，跟着慢吧，对吧？那没办法，要不然你就超我，反正我只能这速度。不知道下边是什么情况啊？有可能这边下雨，山下没下雨。刚才跟同学在群里边问了一声，他们的意思好像山下并没有下雨，这些路都非常湿滑，所以就慢慢走吧，别着急。我也不敢用2档，2档扭矩有点大，反正这个道危险，就是带着刹车就行了。但是这个鼓刹，其实鼓刹它刹车效能不高，但是在这种雨水天气的时候，它刹不了那么死，它也是个优势吗？它是个优势吗？我也不知道。碟刹在这个时候，下雨天气我感觉反而没有鼓刹好使，尤其是后刹车。我那个 PC 叉，GC 叉150后刹就是鼓刹。在下雨的时候，我觉得用后刹，然后加上它联动非常好。但是前鼓刹的车，其实我骑的也并不多。以前老款的长江750那胯子是前鼓刹的，还有什么车骑过前鼓刹的？就是小木兰啊那种踏板，老的那种90啊50的踏板。其他鼓刹的车我确实没怎么骑过啊，还有以前的老款的 Super Cup， 他们还都跟着我呢，从后视镜应该能看见他们的灯光。这回这个车的恶劣天气咱也骑了，但是就是早上起来给人洗这车肯定是白洗了。然后有一点啊，就是我之前其实就想说，就是在这个脚底下，因为它前面有个护腿，所以鞋不会因为这种下雨的时候弄得满处是泥。虽然没到特别陡的地儿，我就保持这速度，我觉得他们也能接受，应该也没太觉得我慢吧。我不知道，有可能心里觉得我慢，那没办法。这车下坡的时候，我几乎全程到现在几乎是没给油门啊，几乎就是靠的这个3档，就是这个下坡的惯性加上3档，它有一个算是牵引力，然后来下坡。像这个稍微平一点，这是刚才那儿有一点点平，那就得稍微带一点那个油门。我老听着后边有水声，可能是他们在压着水的声，并不是想超我。但是这雨又下起来了，这也是一种体验哈。这个车反正我觉得在下雨的时候，就是还是刚才说的，你不用担心刹过了，你捏一点它也减速。可能就是因为它这个刹车特性，它没那么好使。这个白嫖啊，绝对值，这体验你想赶有时候都赶不着，就是下山啊还得下雨，然后你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没有那么多车，比较冷静的去体会这个车的
操作的反应。我对这个车的形容就是轻松，2个字，轻松。说的夸张一点叫游刃有余。反正这车很好驾驶，但是除了它的坐姿，就是我腿现在窝的有点难受。我腿并不长啊，但是窝的也有点难受。还有一个就是它底盘比较低，稍微有点坡呢，我骑这个车肯定就托底，就是比如有个大的减速带，或小的减速带，就是正好能卡在俩轮中间的那种，不是特大的减速带，那它可能就会托底。已经到双龙寺了。就是比较有难度的，通常认为比较有难度的一段已经过去了哈。就是因为后边为什么通常认为比较有难度？因为后边的地呢，它比较湿滑，地上很多青苔，走的人也少，走的人也少，车呢，车道它也窄，所以通常就后边那段呢，就前面上山就我刚才走那段吧，就比现在这段要难度大一点啊，但是这边还挺暖和，就这点没有雨水就挺暖和。这边呢就是没那么陡了，但是这边弯会比上边那些弯急。只要没完全黑透，这路就还行。完全黑透其实也不怕啊，因为有路灯。我以为只有佛诞日那天开路灯的，现在也都开着。但是就算开路灯哈，它也有全黑的地儿，因为它这个路灯并不能覆盖全路段，有一些路段是没有路灯的。这样下山呢，就比正常天气下山要慢一点。我觉得正常可能到我刚才那位置，我没统计用多长时间啊，我估计20多分钟，半个小时不到吧。但是这样下山，我估计就得45分钟。这是第2次下山，这其实也有对比啊，跟 CT125。为什么？因为佛诞日那天其实也下雨了，我也是骑着 CT125下的山，下着雨的同时下的山。今天等于骑的是这个 Super Cup 110下山，就是也能在算是类似的场景下体验这车吧。雨天的时候有几个我觉得我自己总结的心得吧，一个是过弯的时候呢，别正向压弯，反压，就跟你身体跟地面保持垂直，然后让这车走，尽量减小压弯的幅度。第2点呢，就是就比如说需要刹车的时候，尽量少用前刹车尽量少用啊，不是不用，但是速度特别快，你可以就是采用那种比较细腻的方法。我还是比较喜欢后刹车，因为后刹车其实你平时的时候你就应该有感觉。后刹车呢，就是它会矫正车的姿势，它不能让车完全停住，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不需要让车完全停住也不需要速度减得特别多，只是需要让它减速，让它达到咱们想要的速度下山，来确保安全，而不是说要停车。所以我觉得应该后刹车的比例用的多一点，但是前刹车也不是不用啊。但是这个还是我觉得至少就比如说用多少力呢，捏多少下去呢，还是需要你自己去感悟。没有任何人没有办法通过说能给你讲明白我应该使多大劲儿只能是告诉你大概的方法，然后你去实践。但是我极其不建议新手下雨干这件事儿，有点危险。你看这边就非常黑了，我这个视频可能你到现在看的就已经都是黑的了，因为 GoPro 在夜间的表现实在不怎么样，但是好像也没有一个更好的相机了啊，就是其他品牌的也就那么回事儿，好不了特别多。打闪有点吓人，我也不确定现在 GoPro 还录不录，我也不确定它还有电没电，太多的不确定了。山里是漆黑一片，最恐怖的是打闪了，知道吧？我不知道他跟我说的是啥，我可能没听懂，但我觉得他们都比我小，我岁数大一点，我带他们下山应该没问题。他们高低管我叫一声皮，皮是鬼吗？屁！就是退档的时候很别扭，他这个我腿得使劲往后一下，要不然我踩不下去。或者是不是往后坐点能好啊？往后坐点也那么回事，跟你坐的位置可能有关系，但没那么大。其实我感觉，如果你能听见这段，我就不想再那个重新录一个视频了。如果你能听见这一段还有电的话，我现在叨唠叨唠吧。这个车呢，总体来说呢，也是我非常喜欢一个车。
但是它比 CT 要窄，它是一种细长的感觉。然后一个连体座呢，坐前面坐后边呢都比较舒服，不难受，反正啊，这么骑了，你看现在40多公里了啊，还有包括早上起来10公里左右没有记录在里程上，山路，然后包括清迈市里的这种快速路啊，然后加速度、上坡、下坡、下雨天气、湿滑路面，我都感受了。还是比较符合我的预期的，因为这个价位它没有那么多电控系统，用的刹车是这种复古的鼓刹，它能达到基本的刹车的要求，但它没有那么强的性能。因为这个车绝对就是一个骑帅不骑快的这么一个车了。你要想让它有点什么性能，它可能没什么性能，但是它总体骑起来就很舒服啊。但是它比较窄呢，就一开始是会不习惯。相比 CT125来说，它的把会窄一点，但实际来说，就习惯了之后也还好啊。然后就是唯一最大的缺点就是我这个坐姿的问题，它这坐姿有点像半蹲的那种感觉，所以你在踩后边的那个档，比如要降档的时候，就会稍微有一些别扭啊。但其他方面还好，其他方面还好。然后大灯呢，你看现在这个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清，跟前面那 PZ 叉比呢，还是比 PZ 叉要暗一点，但是我觉得也是够用了，因为毕竟是 LED。但是它这个转向灯啊是卤素的，我觉得后刹车灯应该也是卤素的。我之前没选这车的原因，其实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它改成了这个一体式的座，一开始觉得特丑，可能是因为看惯了这个分体式的，就是以前老款的样子，还有日本版本实际上是分体式的，所以就觉得一体式的丑。但是现在看习惯了，我觉得这个也挺好，而且很实用。这种座位会比分体的可能更实用一点，因为分体的中间那个梁也不舒服。但是如果说绑东西，分体的就可以把后边的开启，这个就不可以。然后反光镜的位置呢，看东西也很方便。最让我觉得满意的是这仪表，晚上是一个小红光啊，机械指针看得非常有感觉。然后呢，它是等于是现代，这真是科技与复古的结合，又有复古的这种机械表，又有现代的这种数显，比如说油耗也有它，对吧？油箱的容量这都不用说了，档位它也有档显啊，因为 CT125没有档显多，我觉得这上可能这个车就是更偏向于纯实用。CT125还是有点玩乐属性吧。这个车你说要玩乐，它也不是不行，你得改吧。啊，它这个减震呀、刹车呀、车架呀，就是配置就很一般般啊，甚至说跟不上很多国产车的配置，它比较老。但是这就是复古车，这个价位它是多少钱呢？它是大概54000铢。但实际以前没有这么贵，但是最近他们买这车的时候都说，这经销商都说这曼谷便宜，这边都就相当于变相加价了吧？因为这车正常是49900铢，到这边就卖54000铢了啊，就相当于加了4000铢左右吧。也能理解，经销商也要挣钱嘛，对吧？然后人家说你可以去曼谷买呀，曼谷买就便宜，确实是。在这儿，曼谷就相当于宇宙的中心。曼谷那个城市的名字，我到现在我都记不住。就我说的是中文名啊。有谁能知道曼谷的中文名吗？它应该是世界上最长城市的名字。现在我浑身都已经湿透了。这是这个月第2次淋雨了吧？好像是。到这儿了就基本上下山了，这就安全了啊。前面都已经清迈动物园了，再拐过去就是清迈动物园，就到摩托那条路上了。有可能这视频画面真什么都看不见，因为下雨。它可能藏在帽檐底下能看见。它这位置应该是被打了很多雨，因为我胸口都湿透了。有可能这个视频是花的，就根本就看不见，只能截取音频，或者我就从头再说吧。来劲了吧？到动物园平地了，它来劲了。拜拜。
拜拜，拜拜。我不知道能不能记录下刚才那一幕吧，反正挺感动的。就是一个陌生人，就我带他们骑车下山，他们都能感谢我。那有的可能比较熟悉的，带完他还得反咬我那种。哎，不好说。我也到大学了，前面就到大学了，这车打着了。所以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吧。